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是我来到海龟保育院的第2天。昨天来到这里呢，就给大家介绍了海龟是如何从海龟蛋孵化出来，并且给大家介绍了除了海龟宝宝之外的每一只海龟的名字。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帮主人去清理这个海龟池了。看看这个水池里面的小海龟，这是昨天孵化出来的，再过2天它们就要回归到大海了。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装满这多少桶啊？1、2、3、4、5、6、7、8、9、10、11桶。换一个水池子要20桶，所以说得来回2趟，把这些全部装满海水带回来。因为离海边有200-300米远，所以说需要用突突车把这些海水给带回来，才能进行更换的。哇，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岸线了，超级长，从那一边一直到那一边都是一个超级长的沙滩，而且这里很干净，所以说会有很多海龟来到这个沙滩边产卵。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绝佳的一个海龟养育的场所。好多牵牛花，这里特别美，紫色的一片。来回跑了10几趟，终于把这个水桶给灌满了。耶！现在任务就是把它提到岸边去，提到突突车上去，把它给运回去。所以说这个海龟保育的工作也不简单啊，太难了。OK，let's go。哇，太重了！终于把11桶都提完了，提上来了，太重了。待会还要再跑一遍，因为它20桶才能填满一个水缸。现在只能填满一半的水缸。2000 years later。好，今天的提水任务就结束了，一共是提了22桶水，1趟11桶。然后明天提水呢，就是在明天傍晚的时候，因为早上太晒了。OK，let's go。他们原来是有水泵的，就是水泵的时候可能几个小时就把所有的水池都灌满了，但是因为都坏了，那个水泵坏了，所以说只能现在人工的方式，可能之后会修好，但是目前是没有好的。哦，要抓住它的瓶口。这是我们刚刚抬回来的水，它倒到水池子里面，龟它们就有新鲜清洁的海水环境了。这都是我们今天早上的心血啊，汗水换来的。给这个水池里面铺上沙子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水变得更加的干净。Brenda， 开心啦，把你的家打扫干净了。哦，今天干活干了1上午，可真把我给累坏了。但是把他们的水缸都清洁干净了，这个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你看，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很欢快的在水池里面游泳。这个是海龟的午餐送过来了，待会儿我们就要把它给撕碎，给那个海龟吃，就这个鱼。我们需要把这个头，然后还有它内脏都去掉，然后才能够给它。And this one.
这个海龟处理这个鱼还是比较简单的，就它吃的主要是把骨头给剔除了就可以了，再喂最后一条就可以了，这个玳瑁龟就吃完了。接下来就是喂这3只小海龟了。给这个海龟喂完之后，我的手已经皱成这样子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看这只手也是，都潮了，潮掉了。Day 3。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是我来到海龟保育院的第3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去做跟昨天不太一样的事情。昨天呢，我们是喂了海龟，并且呢去海边去提了海水回来，而且呢还清洁了它们的水池子。而今天我们要去给海龟找吃的，但是找的是素的。大家都知道海龟会吃这个鱼，还会吃水母，并且呢还会吃海草。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去找海草，去到海边去找他们这个很喜欢吃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海岸线一直往前走，看看哪里海边有那个海草，就把它给捡回去。这沙滩边有一块很大的礁石，然后那里有个当地人在钓鱼，拿着长长的一个鱼竿，感觉这上面有海草啊，是吗？我一看到这样子的水潭子，我就觉得会有很多那个螃蟹，适合赶海这里。看来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找海草了。你看那部分，你看那里有一部分海草。Careful, you look black, very kill. Yeah. You have to take on your shoes. No, be okay. Okay. 哇，这海浪超级大。I catch seaweed. Okay. Yeah. 再看看他是怎么捡这个海草，也不叫捡吧，叫拔吧。哦，他是摘，直接把那个海草给摘下来。超级多海胆，看到没有？那里面那些全是海胆。OK， 他看到了吗？他光脚踩在这上边，这下边的全是海胆。我们现在已经摘到一大桶海草了，把这个大桶的放在这儿，拿上这个小桶的。这个哥们还在这里钓鱼，我结束了，他们就拿了一个长长的杆子在这钓。这只狗从我们到达开始就一直站在这里，一动不动。我们就提着这个大桶小桶回家了，这个就是今天的收获。I feel happy. Yeah. Everywhere people, this idea covering, no many turtle come. Oh. No place. So they can't lay eggs here, Yeah. this area, because of the hotel, the villa. Light and stone covering. No place. 他说，因为建了这些酒店啊，还有别墅之类的，就把他们产卵的地方，就乌龟下蛋的地方给占了，就影响到乌龟它们整个繁殖的过程。Now one turtle not come. Now come. There. Hotel open near the 300 meters. Hotel better 100%. Yeah. 我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海草这个根部坚硬的部分把它去除掉，要把细嫩的这个叶子留给它们吃。所以说它们也是要吃上细糠了呀。这海龟幸福多了，每天还有青菜吃。像我的话，在这里还吃不上青菜，因为斯里兰卡这里卖的那个青菜很少，所以说基本上都没怎么吃到过青菜。Brenda， 你要吃多一点，这是我们冒着大风大浪给你捡回来的。风浪越大，海草越贵，就这个道理。This for me? Yeah. Okay. Make, you know. Okay, thank you. Good coconut. 他们刚摘的这个椰子，就在树上摘下来的。哎，忙里偷闲，喝一下。啊，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刚刚捡海草的时候，我的那个衣服还有裤子全部被浪给打湿了，现在都是一阵咸水的味道，咸海水的味道。
这刚摘下的椰子，好甜。其实这边的工作还是蛮繁琐的，就是既要打扫，然后还要清理那个乌龟的池子，还要更换水，反正很多的事情要做。因为这边的机器化程度特别低，就是他们很少用机器去清理，就不会说用那些吹树叶的那种东西啊，或者清洁那个海水的那种东西，然后也没有用那个水泵，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体力劳作，就比较麻烦一点。我踩在这个孵化池上面，我都感觉有点害怕，担心就是压坏他们的那个蛋了，海龟蛋。我们又来抬海水了，但是今天这个你看涨潮了，所以说我们不用提那么远，可能就近一点点吧，比之前的近一点点。2000 years later. 现在我们正在提第3趟，也就是今天要提33桶水。现在已经累惨了，累得不行了。提完之后估计双手就已经很酸了。大家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把这个水桶给装满的，也不是装满，装到一半，就下到这个大浪里边，直接对着那个浪怼上去。他就坐在那个桶上，装够半桶之后就把它给，估计有半桶多了。收工回去了，最后几桶，还带了4桶沙子，4桶海沙，装得下吗？哇，装得满满当当的。33桶水，4桶沙子，今天的任务结束，回去喽，翻龟吃饭。虽然倒了11桶水进来，但是感觉只升高了一点点，杯水车薪啊，简直是。现在我和民宿的主人呢就要往前走，沿着这个海滩，去到他朋友的那个海龟保护中心去看一下。他说带我去介绍一下，他朋友呢也开了一个海龟保护中心，就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家。我们到了，就是这里，海龟孵化中心，这是他朋友弄的。这个也是一只很大的海龟，哦，这个是残疾的，它的左前腿已经没有了，应该是被渔网卡住了，然后截肢掉。这一只也是残疾的，它也是左前腿被截肢。哇，这只龟好大只啊，超级大只，但是它的右前腿是被截肢了的。这边的大海龟基本上都是伤残的。这些截肢的海龟多数都是因为那个渔网缠绕住了才会截肢掉。像他们树上挂的这个就是海里面丢弃的渔网，这渔网对那个海洋生物造成巨大的威胁，比如说海龟就会缠住，然后还有鱼类缠住，就这种海里面的垃圾啊缠了很多。你看这边海龟就是被缠住，这都会死掉，如果没有人解救的话。我在海龟保护中心待着这几天，是我在斯里兰卡最有意义的时光了。在这里我能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但是能在保护海龟当中贡献出个人的一些力量也是积极的，并且有的观众也一定有自己的感触。目前全球7种海龟当中，已经有6种被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濒危物种名录。
但是我相信，在越来越多海龟保护中心和志愿者的参与之下，海龟的生存环境一定会得到改善。森达教会我很多东西，他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特别善良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在保护中心旁边建设一个海龟医院，专门保护残疾和受伤的海龟。目前经过他自己的努力，已经建设好了2个水池，他还需要坚持建设下去。而他们家从他爸爸开始就已经在参与海龟保护的项目了，一直到现在。希望他可以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且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海龟的行动中去。最终在离开的时候，山塔赠送了我一个海龟的冰箱贴，以及还给萌萌赠送了一条手链。我特别感谢他们，让我在这里留下的一切回忆都是那么的美好。Wow, you're so kind. Yeah, thank you so much. I love volunteer. Me like volunteer. I like. Thank you, like me. 山塔真的很好的一个人啊，他给我还有萌萌送了礼物。Thank you, my friend. I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啊。这本书呢，就是志愿者离开之前写的一些感想啊，有很多中文啊，很多中国人来这里，你看都是中文。刚刚我也写了1页。Thank you. Bye. Good luck.